喂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新版本吧，就是澳门公开赛这个版本，就14.24这版本的一些阵容跟理解吧。然后就是前阵子就昨天还前天发了一个单卡 tier list， 然后这个其实还没有讲解到一些概念，就放个图而已嘛。那其实这个可以大概讲解一下，就是它的改版其实有点诡谲。就是第一个就是阿卡丽其实不应该修阿卡丽应该增强，因为它有 bug 啊，它这个 bug 不修，它就得加强一点数值来弥补。然后大头这个卡已经够废了，他还继续学，就很奇怪。然后蚂蚱一刀直接砍了30%，云顶就是这个东西。从 S1 出到现在很少有卡一砍就30%太多了，就是有点太离谱了。就是蚂蚱原本大头就是正蚂蚱的那个的强度嘛，它其实大头本来就是偏弱卡，它又再砍了大概10%的伤害。那大头现在单卡就是完全不能用，它就是挂在那个皮层里面可以用，因为皮层的羁绊增强嘛，它就把那个大头的强度移一点到那个皮层的那个羁绊，但是这样改就是会让大头就是如果没有结丝或者转职的话，这卡就完全基本上是不能用，我就直接大胆的把它放在 D tier。然后蚂蚱其实现在 B tier，它就是当一个减抗，但是有1个多，所以其实它也没什么屌用，所以放在 B tier 也是看在它上一版劳苦功高的面子上，不然给它一个 D， 我看也未尝不可。对，然后这些就是一些单卡理解，然后其实你们这样想就会知道说，现在的法系终端已经没有终端了，以前的法系终端是蚂蚱嘛，那现在蚂蚱跟大头这2个法系终端就是已经消失了，就是没有法系终端了。那没有法系终端之后要怎么搞？没有法系终端之后，我们就会想说，我们的法系就是不上9，就是在8人要大抽，很猛抽。猛抽狠抽，第一个是佐伊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娜美跟乌鸦，这2个现在是这3个现在是就肩负起就是后排法系的责任，前排当然还有这个铁男，但铁男的条件比较多，而且他前排就后排的法系现在就这3个，所以如果你骑手的理解就是我的理解是，如果你骑手是法系装备。比如说这种屌装我随便给啊，这肯定是不好的装。但是假如你骑手是这些屌装或者是什么法爆什么的，然后你是确定你是法系阵容，那你就不要想着上9，你一定要想着在8人大抽一波之后再上9，因为你上9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提升的，因为你离开这3张卡之后，你去找的是蚂蚱妖姬是辅助卡，妖姬要 C 的情况比较少，它是辅助卡比较多。那你去找这个5费的这个蚂蚱跟大头，他没办法去承担就是一个终结者的作用。所以说我理解就是，你如果要玩法系阵容这个版本，你要在8人待久一点，就是要在8人猛抽大抽猛抽，不要去想说你要跳9然后去组95或者是去干嘛？就是你就8人就狂抽这几张。如果你要以法系当终端的话，其实也挺明显的嘛。就是如果你是柔1、2的话，你就是如果这2个都来了，你就是组这个版本的3剑客嘛，3剑客还有3剑客，这3剑客随便拼。然后有物理系终端其实挺多的，物理系我们等一下讲。那法系终端有很明显嘛，第一个就是你抽柔1跟这个以柔乙，那你就可以拼这边嘛，这个是答案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答案，就是安倍萨这边也是答案，这边就是你抽到盖伦，然后这两个牌基本上现在是必留，如果你要玩法系。这个牌就算卡钱也要留，这2个现在是卡钱也要留的强者。对，小花可以滚，小花2或是小花不可能去追杀你玩法系的。现在就是你追到10者的话，你就拼这边，然后你再想说要怎么拼都可以。这法师的话其实也很简单，这个有妖姬是最好，就外交乌鸦嘛，大家都会。这换勒布朗，然后补一个那个蜘蛛，然后吸血鬼开4法师加那个
3黑玫瑰嘛。那其实过渡的时候，我常常也没有，我就左1，然后乌鸦，这个2都2，我就丢上去，然后外交乌鸦也可以。那其实现在这个很明显就是法系的终端就是这几个，然后我们可以聊聊说外交这个体系现在。像外交这个体系，大家都知道是这4个嘛，但是这4个之外有几个插件，我认为现在比较重要的3费插件，然后纳美也是使者，我看一下是乌鸦。现在比较重要的3费插件是这几个基本上会决定说我抽到这几个基本上都会留着，就是纳美、乌鸦跟那个。冈普朗克，因为如果我物理装的话，我就可能往那个冈普朗克拼木拜嘛，这个是一套嘛。以前就是比较早期的外交乌鸦，然后还有外交那个飞机嘛，这是物理系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还有拼瑞尔加兰博的嘛，这有好几套。巴等，这边是分开的。跟纳美是一定会有，这2边是分开的，但是基本上是会共用飞机的，就是会共用飞机的。然后这个乌鸦，就是基本上这个是会共用飞机的，物理系阵容大概有这2套可以走。对，就是外交其实有3、4套，现在外交有大概4、5套，物理系比较多，法师就外交乌鸦嘛，这个大家比较常见。然后物理系有外交变形。外交这个斗士加这个库奇的，库奇有2套，对，现在这个外交体系比较多一点。然后这个就谈到一些物理的终端，物理终端就是现在物理的终端比较常见的就是飞机，然后 Vi， 还有金克斯、杰斯，这个也可以当。凯特琳也可以当终端，稍微弱一点，就是老鼠不算终端，老鼠是一个挂件。我理解就是老鼠就是一个挂件，你谁把它当主 C， 谁去吃屎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我特别去玩了很多把，我觉得凯特琳，你是有凯特琳才去考虑老鼠，不是说你玩了老鼠然后去找凯特琳，是倒过来。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。对，然后物理终端其实很多，杰斯。金克斯、凯特琳、飞机其实够格当这个那个叫什么物理的终端，所以说现在这个版本我觉得物理相对来说反而好一点，因为法系的终端就是3费卡跟柔一嘛，5费基本上已经只剩铁男了，已经算后排的，已经没有后排法系输出可以当终端了。现在物理终端很多，对，那法系就是只有那个叫什么柔一是一个4费卡，其他都3费的，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你前期我会尽量有装就做吧，反正法系我就去玩乌鸦或者是柔一，就是这2个可以玩，然后其他一些赌阵，这运营大概就是外交加上这个吧，加上反叛，但反叛其实也没啥意义，反叛就是看你抽不抽得到，因为我有研究过反叛的运营，吃了很多场老八。就是我想说，我不用从头开始留，我就留刀妹，然后我去拼我就拼这3个，然后再拼几个前哨，然后加铁男这样。那其实这个问题上版本还好，因为上版本你抽到一张玛莎，你后排输出就够了。现在你后排你前期做法系装过渡，然后你直接跳9的话，没有人接这个装备。所以说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哨兵95基本没办法玩了，就是已经强度跟上一版差距有点大。那但是 AD 阵就是外交那几个体系，然后法系就是反叛军，你们叫蓝法，还有这个外交乌鸦、外交法师这个体系，对。然后这个我想想，然后这个毒狗还有这个。现在毒狗就2套嘛，其他都是来整活的。哎呀，其实还有这个可以赌，这个也算可以赌，但是这个条件我觉得有点难，对，就需要刚需神装，
然后这个小飞刚需那个风衣，基本上是刚需风衣，或者你很刚需风衣，然后夜曲是刚需射程装，这其实都是刚需啊，除非你胡到爆，就是小飞开局就5、6张这种例外，你开局就一个2星的话，还是需要一个神器的，还是需要一个风衣的，就是风衣夜射这个 combo 大家都懂，就夜射加上风衣，然后这个就火炮全部塞满就可以了。对，那这个毒狗相对来说比较少，然后这个6费卡其实就很明显，维克多现在是过强了。这他妈这卡就是过强，强到离谱。这2张卡还需要配合，这个不用配合啊，这个维克多不用配合啊，他就是无敌啦，抽到就丢上去。对，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比较推荐玩那种8人口法系阵容，因为8人口你抽完之后你不小心嫖到维克托，你再上等，因为你其他情况上等的提升都不大，结果当你嫖到维克托，你才去考虑上等。对，这是我理解。对，然后这个版本大概就这样吧。这版本比较厉害的就是外交，然后蓝法。所以说这个你在玩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是法系装，然后你在玩的时候，你就是看抽牌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盖伦跟着伊洛伊谁2，就是如果是伊洛伊2的话，你可以想办法去拼一点左一的反叛，然后反正你就想办法抽到这2个，你可以不要7反叛，但是你抽到这2个，你基本上你有大分，大概是这个逻辑。对，然后你抽到盖伦的话，你就去玩外交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物理系的话也差不多，物理系反正你只要抽到飞机就可以了，你4费你只要抽到飞机，你就可以那个玩物理系的。外交的话还可以钢普朗克也行。对，然后物理系比较有上限，因为它可以上去找这个杰斯啊，这个金克斯这些。对，现在物理系我觉得相对来说比法系还强一点，跟上一版本完全不同啊。好，今天就到这，谢谢大家。